别喝了。凭什么管我呀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给我站住！王百川，我让你给我站住！你就是个懦夫，你觉不觉得你就是个懦夫啊？是谁说要背着我走一辈子的？是谁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会放开我？是谁说会努力赚钱，要给我一个家，要让我过得比所有人都幸福？你不就是做生意被人骗了吗？上当了吗？不就是骗了钱吗？不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吗？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公司没了怎么样嘛？你至于颓废成这个样子吗？你没本事也就算了，你还怀疑我，怀疑你自己。你说你不是个懦夫，你是什么？哎，扭过来，你看着我，我让你看着我。你没有信心调起我的生活，你就不该来招惹我。你招惹我，你就该负起你的责任，要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负起你的责任。可你呢？你太小看我了。我要是想找个有钱的，我早就找了，我用不着跟你耗到现在。我每天跟自己说，这个男人爱我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管有多累，不管有多苦，我都不会害怕，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最好的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跟他在上海扎根。我们两个会像出生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，会有属于自己的天地，会有属于自己的家。我要的不多，我只想要个温馨的家，像这个城市里所有普普通通的人一样，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。我没有要大富大贵的，可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我，都跟我无关呢？哎呀，我31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什么都没有。对不起。
小美，我去找陈先生了，一来向他道歉，二来争取空气宝的项目，不浪费你一番心意。这段时间我特别混蛋，特别患得患失，被骗了几十万，好像连底气和信心都没了。你等我，我会努力。我买了早餐在外面桌上，吃完再去上班。嗯，好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先不说了啊，挂了，拜拜。我是王百川，前几天我们见过，之前的事呢，小美后来都跟我说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误会你们，更不应该动手。常听樊小姐提起她男朋友，真没想到是你这么个人。在我看来，你配不上他。看在樊小姐的面子上，我接受你道歉了。怎么？还有别的事儿？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道歉，也是为了空气宝的事。你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。空气宝能在一定范围之内把 PM2.5值降为0，这是其他新风系统完全无法比拟的，所以对主机要求很高。采暖机雾霾最为严重，客户购买我们产品，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到作用。如果不能按时交货，对公司信誉影响非常大。我们询问了长三角上百家工厂，都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。你说你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我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分散生产，集中组装。我之前也听小美说了一下你们的情况，你们是想找一家工厂，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量的生产，一定是对工厂的生产规模和加工水平都是有要求的。这可以说的确挺难。但凡能接你们这样单子的工厂，他们手头不可能没有活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把你们的主机拆分成零件，分别有几家甚至10几家的工厂一起生产，然后再找原来的工人进行组装，如期完成，交货，不是没有可能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手上有资源。我在南通做了好几年，之后就来上海发展。之前接的都是一些大型空调的零部件生产，对长三角的工厂非常了解。这是我列的单子，单子上面都是我接触的一些小代工厂，他们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准，我都在后面列出来了。可行是可行，不过这么多家工厂，你怎么来保证他们的生产质量达标呢？这些我都考虑过了。我的想法是，简单的零件由前面那几家技术低、生产力高的工厂做，复杂点的由后面那几家工厂做。后面那几家工厂我都合作过，技术水准还都算蛮过硬的。然后在上海找一个地方集中装配，发货。这样也好。我们原来的工厂地处偏远，
在物流上还会耽误几天时间。如果全部在上海发货的话，还能节省时间。但如果真的确定这么做，必须有一个人全程盯着。你一个人盯得过来这么多家工厂吗？能。我不会让小美再失望了。好，我马上和合伙人商量，你也立马联系工厂，一定要确定，马上开工。像人家那种家在上海的还好，像我们这些外来谋生的呀，一天到晚的忙成狗，工资全都贡献给房东了。哎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唉，投胎技术差，没办法。都说人生是长跑，可是这有的人生在了起跑线，有的人生在了终点线，根本就没法比。可不就是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家纵有千般好呀，却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不自由。你看我们现在活得多随性啊！想干嘛就干嘛，有逛不完的店。要不是买房子太困难，不得已找个男人搭伙呀，我都想打一辈子光棍了。打光棍多辛苦啊！这可不辛苦，结婚才辛苦呢。你看你婚前你得各种打扮，满足男人的虚荣心吧；你婚后吧，你还得照顾老人，你还得带孩子。那你说句不好听的，男人要有情义还好，要是没有情义的呀，把你榨干了之后就把你一脚给踹了，啊，压根儿都不管你死活。有男人也没用。自己那些糟心事儿还是得自己扛着自己消受，与其指望他们，还不如指望自己嘞。就是，咱们也算有自立的了，也有米有粮。现在这个社会又不需要胸口碎大石的力气活，还有什么我们对付不了的呀？下班一起逛街啊，樊姐。哎，别，小凡现在有男朋友，得男朋友优先。他不是因为他，我最近有点累，想回去早点睡。下次吧。我喜欢跟你逛街。好吧。莹莹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棒。哎，还真别说，现在看你还真挺像模像样的，感觉特别难想象。我感觉你前几天还是那种只知道速溶咖啡，结果现在你突然就变成咖啡店的店长了。嗨，谁都有成长。就像那谁说过，说我们对待工作要像对待谈恋爱一样投入，因为我们的男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抛弃我们，可工作不会，只要我们努力了，就会有好的回报的。也是，哎，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上赶着结婚谈恋爱啊？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？轻轻松松的，想吃吃，想喝喝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有一大把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，不用下了班就赶去约会。哎，你说有这个时间，你在单位多拍拍领导的马屁，说不定也有升迁的机会啊。图什么呀？爱，爱在现实面前就是不堪一击。成年人整天把爱挂在嘴上，那就是个幌子，就是个遮羞布，绝对是轻飘飘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成年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有爱，会被爱，这其实就是欺骗自己，欺骗别人。关关，爱是需要条件的，物质条件知道吗？别觉得我庸俗啊，这可是一个过来人的切身体会。你没有物质条件，就没有资格谈爱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说想着开始谈恋爱的呀？我记得我好像是看周围人都开始谈恋爱了，想谈恋爱就蠢蠢欲动。我好像也是，我好像是突然开窍了。大二的时候，我怎么没有确切的开窍时间呢？但是我从小学就可以成熟应对那些纸条什么的了。天哪，这人和人待遇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这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纸条长什么样，而且我们班有人谈恋爱，我都是毕业之后听别人说我才知道。今天我是找到答案喽！哈，就是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，像咱俩这种，完了就闲置了，谁让她是美女呢？哎呀，我跟你们说个事特别搞笑。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跟我特别像，然后我俩有一天不知道抽什么风了，就说要找一个男孩多的地方，我俩去测试一下。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咖啡店，那儿的男孩特别多，然后我俩就化上妆，选了一条觉得特别漂亮的裙子，还在小卖部买了一包烟。你不是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抽烟。
然后我俩不是都拾掇完了吗？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简直自己魅力四射，就在那儿待了一晚上，结果愣是没有一个男孩过来搭讪。后来我现在想吧，你说我们俩小生瓜蛋子就在那儿装老成，肯定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。这跟生瓜蛋子没有关系。哎，主要是你说你一看就是个好姑娘，那男生就怕被你拒绝没面子呀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能够跟他们认识的男孩一块儿去，那么大家伙互相介绍一下，哈拉一下，不就认识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是美女呢，比如说像你这样的，或者说是像那个安迪姐、小曲那样的，那结果肯定不一样，男孩肯定勇往直前就过来了。那样当然更容易些了。后来呢，还有什么尝试啊？后来什么呀？我失败一次，我都打击的就不行了。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人是纯粹的爱我，不是因为跟我共事之后，经别人介绍，跟别人打听之后，发现我的条件、家庭背景、工作都符合当一个好妻子才来追我的。我今天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？你们俩不会烦我了吧？怎么会呀？你这样我们就烦，你闹我呢，那我不得被别人烦800次了？对他那么烦，我们都别烦他。我们好不容易听你说说自己的事情。其实有的事儿我还挺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。有次我有个朋友说要给我介绍，人家也特别上心，就安排了一次偶遇。结果那人一上来就看上我同学了，压根儿都没看见我。还有舒展，他被他爸妈逼着来追求我，结果一看见小雪，连我是谁都忘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我都快绝望了，我都挺怀疑我自己的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从来都没听你说过，而且都没有觉得你有表现出我来。哪好意思表现呀？我自卑我都来不及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遇到了一个能看见我的。真的要谢谢小谢同志，看来他是个好青年呢。双手双脚，站住！我觉得他也是。所以樊姐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。如果不爱的话，干嘛要跟着这个人谈恋爱和结婚呢？而且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哪有那么多条件可以去谈呀？我也觉得，你让我跟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根本忍不了。最起码的，你看着他，你最起码能啃下去吧？还真是，我原来就想，大不了我就单身一辈子了。别瞎说，真的，我真是那么想的。我这收入也过得去，我也有能力去应付我以后会遇见的问题。那我干嘛去找一个不爱的人，跟他去将就一辈子呢？对，可能我爸妈那儿比较难交代，但是说服我自己还是挺容易的。你看啊，如果2个人在一起，还没有1个人高兴，那咱们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对不对？不过，如果遇到了相爱的人，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啊！这1+1肯定是大于2的。有道理。恭喜你，关关，真的为你开心。我还不知道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，因为我爸妈说要见协同，也不知道见完之后会怎么样。嗨，那都是后面的事儿了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。1个亿？没错，1个亿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也把我吓一跳。我一直以为曲连杰是个软蛋，闯不出什么大祸，没想到这次真的让他憋了一个大的。哎呀，突然觉得之前你给我装的那套音响也不算什么，之前还觉得挺夸张的，原来和你哥比起来，你已经很委婉了。我爸跟我妈现在吵得不可开交，集体让我滚蛋，免得让我围观世界大战。说真的，我要早知道曲连杰这么傻，我当初知道他在赌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跟我爸说。毕竟曲家的损失就等同于我的损失啊。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有点兔死狐悲。你这个成语用的有点不太准确吧？你哥不学好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们俩又没什么可比性。你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想要学坏很容易。从小到大，我爸跟我妈就只顾着赚钱，没有空陪我。再加上我爸骨子里重男轻女，从来对我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，对我格外的宽容。我记得那年我18岁刚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爸就一次性给我打了1000万，对我只有3个要求：1不吸毒，2不犯法，3不自杀。
那个时候的1000万，很值钱啊。对啊，那段时间我坐飞机坐的耳膜都充血了。把整个欧洲、美洲能玩的地方都玩了一个遍。光买 LV 包我就买了几十个。最夸张的是，我闭着眼睛我都能背出某款包在全球各地的汇率和差价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。不过还好，幸好现在的你，不是你之前那个样子。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精英的人，很难理解这种感觉。我还是很感激我妈，要不是当初她把我叫回来争家产，我到现在还在这种买包跟 car party 的各种无聊日子中打转呢。老赵，我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像我们这种一夕暴富的二代，很容易被人看不起。我能像现在这样，有你，有朋友，还有工作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全是废柴和流氓。你吧，说的中肯点儿，流氓是，废柴绝对不是，根儿有点歪。不过幸好遇到的都是好人，所以姑娘啊，老天爷待你不薄。这个我得承认。但是某些人拐着弯的夸自己，是不是很爽呀？关雎尔的话，在樊胜美心中激起了阵阵涟漪。他的收入比关雎尔更过得去，他的能力更强，足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可即便有余钱在手，他依旧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，按部就班地谈着恋爱，从没想过自己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是啊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一个人的未知，难道还能可怕过他曾经经历的一切？还是说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其实还不如2个小女孩来的勇敢，来的独立？小美，我这些天都在忙空气宝的事，四处跑，每天平均要跑3、4个厂子，很忙，也很想你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气我没有自信，自暴自弃，气我没出息，不像个男人。是我做的不好，让你失望了。所以这次我豁出去了，不成功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烦你。